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在开始我们的正式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聊的一个东西，就是关于最近新年的时候体验到的抢红包的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奇幻的一个体验呐。那其实像这样子在泰选购物上面抢红包，已经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啊。然后这个模式呢，也是从中国的微信钱包那里开始流行起来，然后就直接把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直接搬到了我们的泰选购的钱包，在马来西亚也开始推行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前几年呢，我还没有感受到它的威力是什么，直到今年呢，我加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群组，然后这个群组就让我发现到了，原来这个抢红包它其实是完美的符合了，就是在我们讲的社交属性里面的几个元素，所以真的是在这几天的过程中哦，就会看到整个群组是非常非常的活跃，每天都在抢红包，他甚至感觉那个活跃的程度哦，已经超过了就是跟亲朋戚友的那个联系，反而这一个是最好玩的一个活动，而且是无时无刻，基本上就是我的那个群组啦，真的是从早到晚都有人在抢红包，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啊。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还有就是为什么抢红包哦，它其实是一个在社交上面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首先呢，如果今天只是把这个红包从physical 变成是在手机上面或者是在 App 上面就能够完成，那其实只是从一个虚拟钱包转去给别人罢了。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只是这样子照搬过去哦，它其实是没有那个体验感的。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做的一个不同的东西就在于，你是用抢的，也就是讲，那个设计钱包的人，就是那个发放钱包的人，他是可以决定我要发多少份，也就是讲，他今天可能是决定，这个群组里面有50个人，可是我只选择发20份，所以就其实只有前面的这20个人是可以抢的。那我觉得就因为有这个抢的机制呢，就让大家开始有了不同的成就感或者是优越感，因为我抢到了，我就会炫耀我抢到了，然后我抢不到呢，我就会发出一些声音，很可惜抢不到啊。可是这些东西都其实增加了很多那个社交的一些属性，所以就会变成在群组里面会变得更加的活跃，因为大家都会开始分享自己拿到或拿不到的一个心得，然后有的人在谢谢就是发放红包的人，然后就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他就会鼓励更多其他的人也做类似的东西，然后同时间呢，它这个抢红包的性质呢，也是能够让你用非常小的钱去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交的一个感受啦。差别在于，如果你是真正平常在发红包的话啦，你真的可能需要每一封红包都去到5块钱，至少10块钱、20块钱，甚至50块、100块。可是呢，在这个抢红包的情况下面呢，你今天想要人家拿到一样的20块、50块呢，你其实可能只需要付出很少的成本。因为它这个抢红包是包括了这个抽奖的属性，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假设刚才那20个人里面呢，抢到红包之后呢，很多人很可能拿到是1分或者是几块钱，那真正最顶能够拿到那几个，他必须本身还是符合运气好的这个成分，所以呢，它就能够让你只用一个很小的一个成本呢，却能够让很多人都有那个乐趣，就是我抢到了。我已经拿到第一次的那个感受了，然后抢到一个大红包，我又有第二次的那个感受，所以就会让更多人愿意参与这一个非常好玩的这个活动，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为什么这个抢红包它非常成功的几个关键，就是如果他今天只有抢不够好玩，它必须是抢之后呢，还必须要有限制红包的数量，还必须要有它的这个红包大小是不同的，完全是凭运气的这个成分。只有这几个东西加在一起之后呢，再加上在一个社交的一个平台里面，也就是我们在用的 WhatsApp 呢，它才能够完整的做完这整个体验的感受，然后最后才能让整个抢红包的体验非常非常好。然后呢，我自己体验下来，其实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就是呢，这个群组必须符合两个性质。第一个性质呢是必须足够多人，第二个性质呢是这个群组里面的人呢，必须很愿意的发放红包。我觉得他必须完美的符合这两个性质。那第一个性质呢，当然是足够多人啊。如果你今天这个圈子很小，比如说好像我在我家庭的群组，来来去去是那10个人、20个人，那其实发放来发放去也是很快就玩到无聊了。可是呢，今天如果是在一个100人的一个群组呢，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但是如果今天这100个人呢，他们都是一些不太愿意出钱，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实力或者是他的那个好玩程度也不够好玩。那今年我比较不同的东西，是因为加入的是一些生意的一些圈子，那这些做生意的这些圈子里面呢，里面都是创业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讲，派这个红包获得一点社交属性，或者是让大家能够更加的记得他，或者像这样子的一个商会的一个形式呢，它是非常的好玩的。所以也就因为很多人愿意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就变成我的群组里面大概一天可以发个几十封到100封的红包让你去抢，然后抢到之后呢，抢到人可能就觉
觉得，我也应该好玩我自己也应该贡献一下，所以他也来发一下自己的红包。所以最后我就感受到了一个非常奇幻的一个体验，就是大家是轮流的不停的发着红包，从早到晚，真的是从早到晚的。我从打开眼睛的那一刻，可能7点多8点多就开始有人在发红包，然后到闭上眼睛，就是有一些比我更迟睡，可能他们一些比较夜猫子的一些人，可能他们去到半夜的时候还在发红包，所以真的是从早到晚都有人在发红包，这样子一个非常奇幻的一个体验啦。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新年呢体验到一个最特别的一个东西。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 ChatGPT 的广告。ChatGPT 呢，最近呢已经宣布呢，在美国正式的开始实行广告的这个制度。那这个广告制度当然就会影响我们在使用 AI 的这个体验，还有对于它的竞争对手以及整个市场格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会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讨论事项。那在最后呢，我也会分享我对于广告的一些观点，还有就是我对于这整个事件的一些想法和看法的一些观点。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话题。一个知名的科技作家，他叫做 Ben Thompson 呢，他其实也有直接告诉大家，他认为 ChatGPT 呢是应该要及早的推出广告的，就是现在推出广告已经是非常迟了，他应该更加早的推出广告，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主张 ChatGPT 做这个行为的，因为他认为呢 ChatGPT 当他在领先对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他最适合去推出广告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是第一名嘛，那个时候他做什么大家都不会有太多的怨言，而且甚至呢他做了很多的举动都可能会导致后面所有 AI 的这些玩家呢，他们的做法会有所不同。就像是苹果，当苹果做出了一些新的改变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其他的手机厂商必须跟上这个事情。所以呢，你是处于这个一个行业的龙头老大的时候，你就有这个资格去制定一些规则。所以那个时候呢 ChatGPT 其实非常需要做这个事情的。为什么？因为 ChatGPT 它本身呢 OpenAI 这间公司是非常非常烧钱的，尤其是它对于免费用户的这些资源呢，会让它非常非常快的烧掉它很多很多的一些预算。这个东西我们在前面的很多集数都有跟大家分享过。但是简而言之呢，就是 ChatGPT 是一间最烧钱的一间 AI 公司。然后呢，它又不像其他的一些大厂，比如说他们拿到很多的融资，或者像谷歌自己呢，本来就是一间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它依靠广告赚到的钱呢，就足以让它能够烧更多更多的这些钱呢，去支撑它的这些 AI 业务。但是 ChatGPT 没有这一个很好的这些优势，它就是一个新创的公司，它就是一个没有这些收入证明的一个公司，它必须想办法找到一个更适合的商业模式，让它能够持续的扩张下去，让它能够持续不断的非常快速的增长下去。这个商业模式呢，如果不让这些免费的用户来出钱的话呢，那就只能够是通过广告模式让商家来付费这个东西。那要不然它如果什么东西都向用户去收费的话呢，它的用户的增长就会非常非常的缓慢，它在市场的普及率就没有办法做的那么快。那其实呢 OpenAI 在这个时候呢推出这个 ChatGPT 的广告呢，已经是受到非常多的对手的一些嘲讽或者是嘲笑。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OpenAI 就是呢，它必须保持着它的一个优越感，它必须在推出广告的同时呢，又必须让大家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一个科技公司。所以它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基本上它就是发布了一个他在广告上面会怎么样的去使用，基本上他就制定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规则，就是呢，他的广告是不会出现在他的答案里面的，也就是讲 ChatGPT 给你的这个答案呢，依旧是非常好的一个答案，它不会因为今天加入了客户的一些 sponsor 或者客户付费之后呢，就导致他的答案开始偏袒去推荐这些客户。他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加偏向传统的一些广告模式，就是你在用 ChatGPT 的同时间，可能我在问问题的时候呢，我就在问问题的最后呢，会弹出一个 ChatGPT 的广告，但是呢，这广告是和 ChatGPT 的答案是完全无关的，广告是广告，出现的答案是出现的答案，它的品质呢，并不会因为广告出现而影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最以前的那种弹窗式的广告，就是它最多只是烦你一下，就是让你看到了有这样子的一个广告，但是这个广告呢，它和你在使用这个 AI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当然它其实也是有关系，因为 ChatGPT 目前为止制定的呢是叫做意图式的广告，也就是说呢，它这个广告必须依照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搜索行为，它才会给你看的。那在以前呢，谷歌使用的是叫做关键字的这个广告模式嘛，那 ChatGPT 基本上使用的是这一个关键字加上意图的这个广告模式，也就是说呢，它会去看你的搜索意图。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就是假设有一个老板呢，他可能在问这，我最近发现到用 Excel 来管理很多人的这一个薪水单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我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吗？你可以教我几个 tips， 让我可以更好的管理我的 Excel 吗？当有一个老板这样子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在结尾的时候出现一个可能 HR 或者是一个 payroll software 的一个广告。
告。那这个 payroll software 呢，可能是从头到尾呢，这个问的人都没有发现到自己需要一个 payroll software，但是可能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广告，所以就是它的广告出现是根据用户问问题的这个意图去出现的。但是呢，它又跟 Google 的关键字广告不同，就是很可能从头到尾你都没有打过 payroll software， 但是你的广告却出现了 payroll software，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猜测你的意图，想要问的问题，然后去匹配这样子的一个意图之后呢，让这些商家能够把它的广告出现在最精准的客户身上。然后目前为止呢，只有免费版的用户，还有就是付费最低的这一个配套的这个用户呢，他们是会看到广告。那如果基本上你订阅的是 Pro 的方案呢，或者是更加高级的方案呢，目前为止都是完全不会看到广告的。所以这个就是 ChatGPT 给自己下的最后一道道德底线，就是他想要让大家看到，他依旧是想要把用户体验做得最好，但是他需要这个广告模式来协助他能够持续的扩张下去，并且向他的投资者去证明 ChatGPT 是非常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他们依旧是能够有很大的变现能力的，这个是他想要向外界去 prove 的一个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 Benson 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会觉得其实 ChatGPT 这个广告模式呢，依旧是非常非常的保守的，而且会让他在扩张上面其实会变得非常非常没有效率。他认为这样子的广告效率其实是非常低的，他觉得更好的一个广告模式呢，其实不应该是像谷歌这样子的，就是根据搜索意图去出现广告，而是更加像是 Meta 或者是我们讲的 Facebook 广告呢，那一种就是根据你的用户的行为，根据他对你的了解之后呢，去把你变成一个用户的兴趣或者是一个用户的一个画像，然后根据这个画像呢去打广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广告模式，就是今天呢，因为我每天都在问 ChatGPT 嘛，我每天都把我的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去问 ChatGPT， 我的生活上的烦恼、工作上的烦恼、个人一些不好意思问其他人的一些问题呢，我都会去问 ChatGPT。那这个时候呢，其实 ChatGPT 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把他对自己这些用户的了解呢，全部都变成一个黑盒子，就是这些广告主是看不到具体的这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秘密。但是呢，因为他可能了解我，比如说他知道我是喜欢科技的，他把我定义成我是一个工作的企业的一个企业主，所以他帮我下了这样子不同的一些标签，把我定位成为这样子一些不同的一些兴趣或者是不同的一些 hashtag 之后呢，他就能够根据这些兴趣跟 hashtag 呢，去让我看到这样子的广告。所以可能回到刚刚的例子，他发现到我是一个追求工作效率极致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在问 ChatGPT 的时候，可能就出现一些 AI 软体的一些广告让我看到。所以这个时候呢，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打任何关于 AI 相关的东西，我也会看到这样子的广告。可能我今天只是在问，我最近要买给我太太什么样的礼物，我也会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AI 软体的广告。Ben Thompson 认为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广告方案，因为这个方案能够无限的扩大，同时间能够根据你的用户越来越精准之后呢，去能够有更多的广告机会。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我只是让 ChatGPT 去，比如说，你帮我计算一下这个东西，帮我生成一个图片，帮我生成一个 PPT。这个时候呢，你都可以出现广告。但是如果是之前的那个意图式，就是 ChatGPT 现在目前为止确定会进行的这个意图式的广告呢，它只会在我在寻找某个资讯的时候才会出现广告。只有在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搜索的意图，我想要找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广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可能在 ChatGPT 上面可能会有可能70% 的时间呢，都是在让 ChatGPT 去生成某个东西，生成文章，生成文字，帮我写文案，帮我回复 email。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广告都没有机会出现，所以就浪费了这70% 的能够出现广告的一个机会。所以 Benton 他提出一个这样子一个更好的广告模式，我觉得是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惊，也是非常非常觉得有道理的。我相信呢 ChatGPT 在走完了第一个模式之后呢，他发现到还是不足够的话，他肯定会走向这个模式的。而且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 AI 助理真的是一个最了解你的人，所以他其实是比 Facebook 能够打出一个更加精准的一个广告，所以就能够让更多的这些企业主呢，其实是更加有机会把更精准的广告投放给他需要的人。然后当然他可能也完全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但是他就会发现到他付出去的这个广告费呢，能够很快的帮他带来更好的回报。有了更好的回报之后呢，他就会愿意投出更多的钱，他就变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因为这个 ChatGPT 上面有了更多的钱呢，他就能够给用户更好的体验，能够让自己的模型迭代的更快，能够请更多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投资，能够加大他的 data center 的一个投资，能够让整个 ChatGPT 的体验变得更加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更多免费的用户加入，更多免费的用户加入，就会让 ChatGPT 有更多的数据去把更好的广告卖给更多的一些广告主，所以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飞轮效应，这三方呢都同时间在不断的获利，然后变得更好。这个就是一直以来谷歌 Meta 为什么能够变成一个最大的科技巨头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广告模式能够无限的扩张。它不像是 Netflix 的那个模式这样子，就是订阅的模式会有一个问题是，今天我已经确定了我的订阅费就是到这里，那你就只能够起价。但是你起价之后呢，可能就会影响我要不要继续订阅，所以你只有通过起价，你才能够继续的增长。当你的用户达到饱和之后呢，你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再做更大的一个增长了，因为现在你的用户呢，基本上可能已经到了市场上的某一个饱和点，所以这个时候你只有去更多的一个市场，或者是像 Netflix 的做法，就是他发现到订阅的这些用户开始逐渐饱和之后呢，他做了一个方案，就是那我就让你们不可以再共享账号了，现在所有人只要是被我抓到共享账号的，全部都会被停掉，你不能够去观看，他就开始做了很多的限制，逼迫你，可能之前是5个人订一个账号，现在变成这5个人都需要自己去订自己的账号，透过这样子的形式呢，才能够达到用户的增长或者是订阅的增长，所以它是会有一个极限的。但是如果是广告模式的话呢，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广告主来提供的，那这些用户呢，他因为是免费能够获得这些东西呢，他就更加倾向去用你的产品。比如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天 ChatGPT 跟 Gemini 同时间都给你这样好的一个体验，但是呢，因为 ChatGPT 现在获得了更多的广告，它给你更多的一些 usage， 给你更多的一些体验感，更好的一些功能，你就会更加倾向去免费的使用 ChatGPT， 所以这个时候呢 ChatGPT 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数据，获得更多的收入，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飞轮。所以这个就是 Ben 同学整个对于 ChatGPT 的一个看法，同时也是我相信 OpenAI 目前正在朝向的一个方向，就是他也知道只有广告模式呢，才能够真正的向他的投资者证明他的 business 是有这个价值，是能够持续的变现的。要不然我觉得他的其他的方法啦，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包括呢，大家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他走的这个订阅模式呢，会订阅的人就是会订阅，那不会想订阅的人就是不会想订阅的。像可能我的妈妈就是觉得不可能，我会需要去订阅一个 AI 工具的。我今天只是看多几个广告呢，我就能够免费的使用这样好的一些 AI 工具，帮我完成我生活上的一些挑战，帮我回答我生活上的一些疑虑，帮我完成我生活上的一些工作，很好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ChatGPT 急着推出广告模式最底层的一个原因，以及它未来可能持续可以走向的一个地方。那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谷歌呢，你就会可以发现到，其实在这个时候呢，谷歌已经完全的占尽所有的先机了。就是它现在是一个它的 Google Ads 呢，或者是它的谷歌的广告模式呢，依旧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就导致呢，它在 Gemini 上面是可以选择不下广告的。所以就回到我们之前分享过的，其实这个时候呢 ，Gemini 是完全不急着去推出它的广告模式的，因为它不需要从广告这里去赚这个钱，它能够透过其他的方式就已经让这间公司非常大的在赚着这些收入了。所以呢，其实可能更好的一个模式呢，就是他把这个 Gemini 变成完全是不赚钱的一个东西，就是让这个 Gemini 去辅助其他的一些产品，然后他在其他的产品上面去赚钱，比如说谷歌的搜索那里去收费，去跟广告主收费，YouTube 上面去跟其他的消费者或者是广告主去收费。或者是 Google Workspace 它的一些企业的部分呢，也去透过它有这个 Gemini 放大它的这个产品的好用程度呢，让大家愿意去付费 Google Workspace， 让大家从可能 Microsoft 转移到了 Google Workspace。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护城河其实非常非常的深。然后它现在在做的事情呢，它的这个 AI 呢，它的这个 Gemini 呢，不断的在加强它的每一个产品，让它的每一个产品变得更加的值钱，更加的好用，让更多人愿意为这些产品去付费。当更多的人愿意为这些产品去付费呢，它其实在它的 Gemini 上面就不需要出现广告，就不需要出现会影响任何体验的这个感觉的一些广告，所以它就能够持续的专注在把自己的 Gemini 变得更加的好用，然后从其他的产品上面去获得收入呢，再补贴回来它在 Gemini 上面的这些消费。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谷歌现在目前为止真的是跟 OpenAI 比起来真的是一个是非常焦虑、非常着急的想要证明自己，另外一个是非常稳扎稳打、
非常的胜券在握，就是他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先机。同时间，他的 Gemini 现在又已经是跟 ChatGPT 完全是平起平坐，甚至可能是超越它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 OpenAI 是风险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推出广告模式。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可以预见，就是 OpenAI 推出广告模式之后呢，它会加速整个 AI 产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改变。那至于这个改变是好是坏呢，我们还得继续的看下去。但是呢，它推出这个广告模式基本上是势在必行的，也可能因为这个广告模式呢，让很多的企业终于第一次有了机会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蓝海去打广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好像刚开始推出的 Facebook 广告的时候，就是没有人发现到这是一个很好去打广告的地方。这个时候，如果你比起你的对手先投入广告在 ChatGPT 上面呢，可能你会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持续看下去的地方，也是我非常期待到底这个广告模式跟互联网的模式还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什么样的一些创新，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商业模式呢，是能够被验证是非常好、非常有价值、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一些商业案例。那最后我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广告呢是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广告就是一个非常可恶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的角度我会觉得广告跟商业世界是完全密不可分的。只要你今天是在卖产品，只要是你想要超越竞争对手，那你其实就只有透过广告来才能够让自己的产品被放大，被更多人看见。就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今天是在一个很久以前的一个封闭的村子，你也是需要一个大妈到处去帮你去宣传，这个产品真的很好用，大家应该去试试看这个产品。所以这个东西只有广告能够帮助你。所以其实从我的角度，只要今天我们依旧是处在一个商业世界里面呢，我们又想要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呢，其实只有广告能够帮助我们变得更好。因为只有广告呢，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世界看不到一些东西。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产品，你才有机会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人去体验这个产品。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今天是用户的角度，如果我今天想要我的人生变得更好呢，也只有广告呢，它才能够让我非常繁忙的我呢，在这个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去接触到一个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产品。而且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大家有想过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今天可以使用的这个最顶尖的这个 AI 模型呢，是跟美国总统使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是按照以前的科技的发展呢，肯定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的总统，他用的一定是一些最先进的、最前沿的一些科技的技术，这也是普通人民百姓是没有办法使用的。但是呢，今天 OpenAI 发出一个全世界最顶尖的这个模型的时候呢，你身为一个免费用户，竟然是可以使用的。那到底是谁在为这个东西付费？如果你今天使用了全世界最好的这个 AI 模型，但是你却不需要为它付费，那这个东西肯定是不成立的。所以从我的角度，总得有人为这个东西付费。那可能广告主或者是广告的这个模式呢，可能就是唯一能够让全世界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都能够有免费或者是付出非常少量的这个成本的这个资格，就能够用上全世界最顶尖的这个科技。我觉得当我们换成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